2016年5月，浙江黄岩的一个偏僻村落，杨姓村民在翻盖老宅时，突然挖掘机被卡住了，挖到一块红色的棺材石头。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块血红色的压棺石。压棺石揭开，露出一个通体血红的棺木。这具红棺保存完好，仿佛刚漆过一般。如此诡异的颜色，加上完美的保存状态，令在场的所有人深感震惊。而这时，有村民闻声赶来说，声称是自己家的祖坟，死活不让考古队挖掘。而这红棺古墓的主人也不是一般人，竟然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孙子。那么，考古队能否继续挖掘呢？这位村民真的是赵匡胤的后代吗？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一起探秘宋太祖赵匡胤孙子的红色大墓，追看尘封了800年的宋朝丝绸如何华丽变身，成为国际峰会上的珍稀展品。2016年5月2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雨头乡前郊村，一个风光秀丽的小村庄，杨姓村民家的老宅正在翻修。这位姓杨的村民打算扩建屋后面的一块地方，于是请来挖土机挖掘，时不时就有村民们前来围观。翻修房子在当地人眼中是件大事，开工前大家都会选一个黄道吉日，还要祭拜一下。但是突然一声巨响传来，挖掘机师傅在驾驶座里叫：“卡了，卡了！”这时地面不过才挖了2-3米深，挖机师傅跑下来，和众人一起上前查看情况。原来挖掘机挖到一块大石头才被卡住了，但是仔细观察这石头四周的边缘整整齐齐，显然不是普通的石块，应该是块碑之类的，而且它的颜色透着红色。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还有很多村民也闻讯赶来看热闹。杨家修房子修出怪事了，挖出块有颜色的大石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一通商议后，众人决定先搬开石头。因为石头很重，大家用人力挪开一角后，眼前出现的情景更加令人震惊。只见石头下面赫然出现一口鲜红的棺材。宅地主人的弟弟见状，连忙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最初的震惊和恐慌过去后，人群中有胆大的建议搬开石头，打开棺材，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有人吆喝着，正打算继续搬石头，却被赶来的宅地主人拦住。停，暂停施工，谁都不要动。原来这处宅基地主人通过弟弟的手机简讯已经得知消息，赶回了现场。他看到消息时，听说棺木是红色，就直觉应该是古墓。到现场透过调试一角看到棺木，宅地主人确信应该是挖到了古墓。以他的人生履历来看，自己祖父母辈分的人下葬，也没人会选红颜色的棺木。他赶紧叫停众人，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告。乡上的文化部门接到报告，第2天就派工作小组赶到了现场。对墓葬初步勘察后，前来的2位专家发现，墓葬坑大概长3米，宽5米，这样大的墓葬在当地应该算是大的了。而且那块红色的石头是压棺的条石，它不是天生就是红色的，而是被油漆成红色的，说明墓葬的形制还是很讲究的。进一步观察墓穴后，专家们还发现墓葬是有2个葬穴的，应该是夫妻合葬墓。左边的墓穴状况明显不好，应该是被盗过的，棺木凌乱。而右边的这个就是压着红色条石的，这个保存得不错。专家初步判断，可能是一座南宋的古墓，墓葬主人的身份应该不算低。既然墓穴已经暴露，那么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宅地主人知道这种情况后，决定停止修房子，积极地配合考古队，让他们展开工作。杨家宅基地上这时也拦起了警戒线，考古队准备开始挖掘。大家决定先搬开压棺条石。这一搬可不得了，一口保存完好红漆棺材赫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棺木修漆的油光澄亮，好像刚漆上的一样。而且棺材外面还套有一层原木制作的木椁，压棺的条石其实是用来盖住压在椁的。椁是套在棺外的外观，在古代除了有保护棺材的作用，也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外椁与内棺之间填充着炭、松香等。
而墓室的最外一层是用青砖和白膏石砌成的，一切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可能不俗，而且棺木保存完好，价值应该较大。现场的专家立即将这些情况向省考古研究所汇报。省上的考古专家在电话中建议考古队先行清理左边的墓穴，并等候省里派专家过来，一起制定右边棺木的发掘方案。此时，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左边的棺椁，棺椁残破毁损严重，这是女主人的棺椁。除了有一些遗骨残骸外，并没有发现更多东西。从种种迹象来看，这边的棺木应该是被盗过的。等待省里专家前来的过程中，考古队决定先清理棺木周围的泥土。就在这时，有人发出了叫声。原来泥土中又有一块石头，石头出现的位置在左侧墓穴正前方的地下。两位专家赶过去仔细观察，这可不是压棺的条石，而是一块碑，是木质。拂去泥土，木质上出现的字样表明墓中的女主人姓李，而墓志铭时间显示出绍兴己卯年的字样，这说明墓葬果然一座南宋古墓。清理拓片后，专家们眼前一亮，墓志除透露了女主的生平信息外，最后的部分出现了一个名字赵伯云。这表明墓志是一位叫赵伯云的男子为妻子李氏撰写的，而赵伯云应该就是红木棺材中的那位。赵伯云，现场专家中的一位，觉得这名字十分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由于现场工作纷乱，还在清理过程中，他和考古队员继续忙碌着。而这时，突然有人闯过警戒线，来到考古现场，大声叫着不让考古队再挖了。他说现在挖的目的是他家的祖坟。这位村民情绪激动，手上还拿着一摞厚厚的族谱。专家们一面安抚他的情绪，一面了解情况。原来他是从外地急匆匆地赶来的，有人微信告诉他，前郊村杨家宅基地下挖出的坟墓是一个姓赵的，叫赵伯云的。他一听就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他家的祖坟吗？所以就赶来了。对赵伯云名字感觉熟悉的那位专家翻开眼前的族谱，只见第一页上面赫然写着赵伯云的名字，还有他的身份资料，始祖宋太祖匡胤第7世孙，伯云通义大夫。村民说族谱在他家代代相传，他就是赵伯云的后人。如果这西桥赵氏宗谱所载是真，再往上倒，眼前的这位可算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后代。专家打量着来人，突然电光火石一般，他想起另外一件事。多年前自己曾购买过一本清朝出版的黄岩县志，那本古籍县志上曾经出现过赵伯云这个名字，说他回乡后在当地修过一座桥，叫武洞桥。他为什么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居家就在武洞桥附近，这座桥至今还在。再仔细翻看族谱中关于赵伯云的记录，果然有他修建武洞桥的记录和县志的记录相符，这证明了眼前的西桥赵氏宗谱的可信性，也变相证实了赵伯云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7世孙。让专家高兴的是，族谱的出现证明红色棺木中应该是一位正宗的皇族，墓葬发掘研究价值无疑将会更大。不过眼前墓葬主人的后代极力反对发掘，考古队只好暂停发掘，将情况上报。随后借了赵氏后人的族谱，考古专家拿出自己的县志，认真比对，确认了发生在赵伯云的身份。宗谱上记载，赵伯云是赵子婴的第6个儿子，赵匡胤的7世孙，生于绍兴25年，也就是1155年，嘉定9年，1216年去世，赠通义大夫。赵伯云在南宋初曾任台州府黄岩县丞，他的父亲赵子婴在1135年任台州府黄岩县丞。1196年，西江上原来的校友桥被大水冲坏了，于是赵伯云就主修了黄岩武洞桥。不过有一个疑问，既然赵伯云是赵匡胤的后人，赵匡胤是北宋开国皇帝，而且当时的京城在河南开封，作为皇族，赵伯云的墓为什么会出现在浙江台州呢？专家查阅资料后解释说，赵伯云是随父迁移过来的。南宋初年，他的父亲赵子婴迁徙到台州黄岩县，
南宋当时的都城在浙江杭州，所以赵匡胤后代的墓葬出现在浙江也是情理之中。面对现场专家的汇报，省里派的专家此时已经赶到，大家一起对赵氏后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根据中国的文物法来说，超过800年的墓葬，国家是有权利进行发掘和保护处置的。另外，墓葬现在其实已经在发掘了，中断后难免也会出现被盗或文物严重损毁的情况。虽然赵匡胤的后代心里十分不情愿，不过还是同意了发掘工作继续进行。这下发掘工作终于可以继续了。接二连三出现的事情，让考古现场随时都聚集了乌泱泱的村民。省上的专家已经赶到，和现场专家们一起商议宏观的发掘方案。为了减少干扰，专家们决定把宏观运到附近一个新建的博物馆临时搭建的棚子内，再进行开棺。这个方案也征询了国家级丝绸专家的意见，因为省里的专家看到棺木情况，结合墓穴的情况、墓葬主人的身份，专家初步判断墓葬主人入葬时可能身着丝绸类衣服，如果幸运，也许能够提取到较有价值的宋朝丝织品文物。不过，想要抬出宏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棺木是四周包裹着一层质地坚硬的三合泥，就像我们今天的水泥一样，不仅紧密地包裹着棺木，还与周围的土壤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三合泥的质地坚硬，具有很强的防潮、防腐和密封性能。等到终于清理完毕，吊车进场，工作人员正准备按计划把棺木吊走时，这时省里的专家急忙冲出来，要求起吊暂停。他一名很有名的考古专家，多年来一直在浙江从事宋元朝代的考古，看到了棺椁即将被吊起，情急之下才大声制止。专家对众人做出了解释，根据他多年的考古经验，棺椁在地下深埋了800年，而黄岩地区常年雨水充足，即使古墓里的棺材密封完整，常年累月下来也会有水渗透到棺椁内部。如果直接将棺椁吊起，内部的积水便会产生晃荡，棺椁内部的文物可能会遭到破坏。这个分析令现场的考古人员深感信服。考古就是这样，经验有时能帮助你形成很重要的直觉的判断。那该怎么办呢？这时，这位专家提出，先在棺椁地部打上几个孔洞，将积水排出，再做转移。当工作人员拿出电钻，在棺椁底部钻了小洞后，果然有积水从内部流出，再往高点的地方打一个洞，更多的水开始流出，就这样，水一直流了一夜。而与此同时，对考古发掘工作的真正考验到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墓葬打洞、搬移都意味着棺木原先被封存的物理条件改变，而这些随机性的改变可能随时都会对棺内的文物带来不可预见的损害。等到第二天，本来计划只吊红色棺木，可工作人员各种努力，发现棺木和棺椁之间的粘土粘得太牢，很难分开，最终决定起重机将棺和椁吊起，转移到事先确定的场地。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考古人员清理着棺椁上衣服的泥土，准备开棺。丝绸文物专家等众多的专家此时也赶到黄岩，制定了开棺方案。随着所有泥土逐渐被清除干净，红棺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800年过去，这红棺表面的色泽依然鲜艳如初，没有丝毫的颓败。前来接展的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好便携式高保真扫描仪，将用于对尸身整体高清扫描，记录尸身服饰原始高清图像。还有 C2 扫描，可以结合3维图像记录与合成技术，对尸身服饰状况进行记录。不过，开棺的现场却又一次遇到难题。工作人员左找右找，就是没找到棺材的接缝处。那没有缝隙，可怎么开棺呢？难不成这棺木有什么机关？这时，一位现场人员走了出来，围绕着棺椁仔细查看了1小时，终于在棺材表面找到了个略微凹陷的地方。在这个凹陷处发现了一条细缝，众人立即找来工具，用薄木片一点点砌入。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现场又出状况了。众人想要挪走棺盖时，却发现不管怎么用力，棺盖始终无法移开，就跟焊死了一样。考古过程中
有时的确会出现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过眼前这是啥状况？难道这南宋红棺被施了魔法，不让打开？这次是主导放水那位专家围着棺木转，他对棺盖上已有的缝隙一点点仔细查看，大概看了半个多小时，还真看出了究竟。原来棺盖下面有一床丝织的棉被和棺盖紧紧缠绕住，由于时间太久，超过800年，真的造成封印，才造成了难以移动的现象。由于丝棉被是这丝织品有研究价值，不能用蛮力将其分开来，工作人员决定用专门的小铲刀将丝织品一点点铲下来。经过1小时的努力，丝织品终于和棺盖分离了。此时还是那位专家再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大家暂停，第2天再继续进行。因为根据以前的工作经验，刚打开棺木中可能会散发有毒物质，一是时间太久，可能有不明微生物导致的变化，二是古人为了防腐，会在棺木里放置水银等有毒的物质。宋代还有皇帝赐赠水银用来办丧事的记录，这些物质的挥发可能影响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等到第2天一大早，各路专家们终于可以对棺椁里的东西进行提取和研究了。眼前的棺木里，首先是那床丝织棉被，被积水浸泡得太久，黑乎乎的，颜色和图案都没法看出来。被子被提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准备好的板子上，底下还有2层也被提取出来。被子提取完毕后，墓主人的尸身显露了出来，有头盖骨残骸，还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2个帽翅碰到棺材的两壁，尸体两边有很多卷着的陪葬的东西，还有鞋子是用锦织做的。按照事先商议的计划，应该进入提取衣物的环节了。考古专业人士管它叫接斩。接斩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由于年代太久，尸骨和衣物还有衣物和衣物完全粘在一起，想要在短时间内彻底分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现场的环境要求大家必须抢时间，否则暴露在空气中的丝织品极易脆化。专家们意识到，还得换一个场所来处理那些无法分离的衣物。位于杭州的天眼实验室应该是最佳的选择，方案现场做了调整。不过眼下这些粘在一起的尸骨和衣物该怎么办呢？工作人民找来塑料薄膜，抬出棺内的尸骨和衣物进行打包。薄膜包好后，将把穿着衣服的尸身放进准备好的大冰柜里，温度调到5摄氏度，保持恒温状态。这样尸身和衣物的状态基本接近打包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等待天眼实验室启动的阶段，工作人员在原地处理那些能够提取的丝织品。南宋丝绸的特点就是轻、薄、柔，提取必须十分小心，丝织品文物的脱水、晾晒都十分讲究。如果脱水，蛋白质会断裂，衣服就会碎掉。而让衣物边变干的办法只能是阴干。为此，工作人员征用了地下停车场作为可提取的丝织品的晾晒地点。清理出来的衣物就铺在这些架子上，一层层架空摆放，等待着自然阴干。而那些成团的衣物则被浸泡在水里进行应急处理，每天都要换水，保证衣物处于保水状态，这样可以把衣物中的有机杂质一点点去除。不过即使是换水也必须十分小心，因为水流大了可能对文物造成损害。在墓主头部的位置，工作人员发现一件玉璧，玉璧上有丝带，专家也是花了2个小时，一点点清洗，才把它清理出来。开棺后的第3周，负责保护清理的专家发现，服装上出现一点点的小斑块，这是霉斑，一旦扩散，织物将被毁损。在咨询了其他丝绸修复专家意见后，工作人员用75%的酒精沾着棉花，总算解决了霉斑危机。让工作人员感到安慰的是，最先清理出来的丝织品以黑、黄2个色调为主，上面的花纹图案十分精美。比如眼前这件像一朵朵莲花，专家称之为莲花纹。时间来到6月28日，终于等到天眼实验室启用的时刻。之前打包的尸骨和衣服被送到操作台上，实验室上方装有着200多盏 LED 灯，可以实现全屋的无影效果，而24台工业相机也对接展过程
进行全方位记录，还可以3维建模。一个天眼系统中央处理器静静地立在一角。专家们先用一种叫 CR 的设备对尸身进行扫描，有点像给文物做 CT， 用来了解文物的内部信息。经过扫描发现，沉睡了800年的骨骼与衣服完全粘连在一起。此时到底应该从里面接还是从外面接，才能让织物保存得更完整，成了专家们要考虑的问题。经过众人商讨后，专家们决定先把扣子解开，取出骨骼，按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顺序接斩。专家手臂上缠着胶带，把骸骨的手臂残留取出。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摩擦，最大程度保护衣物。分离衣物的过程从里往外接，衣物足足有8层，都保存得比较完整。还有8条裤子、1双布鞋、1双棉布袜、1条手帕、81颗佛珠。此时骸骨和衣服的接斩终于结束了。工作人员用高科技动画对服装进行了生动的还原。至此，赵伯云墓葬的文物提取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专家们事后清点墓葬出土的衣物，发现竟然包含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服装，有绫罗绸缎、绢纱刺绣等品种。陪葬的衣物数量竟高达76件，身着如此多的精美衣物下葬，南宋时期宗室后代的葬俗可见一斑。而那件棺木清理过程中玉璧也有了研究结果。玉璧整体为扁平圆璧，外径75毫米，厚7毫米，是由和田玉雕刻而成的。而且这枚玉璧是南唐的，是公元940年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祭天之物，是一件真正的神器。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玉璧上刻着的一段铭文，类似于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大唐皇帝李昪在东都皇宫的宫禁以内修了金鹿道场，设教感谢苍天所赐之大唐国土，抬头拜谢天地的圣恩，按照斋教科仪完成所有事项，仅以金龙和玉璧投到西山的洞府之中。生元4年10月的一天，向您祈告。东都就是今天的扬州，而生元4年就是公元940年。可见这件物品是赵伯云的收藏品，把它用来贴身陪葬，足以说明他对这件宝物的喜爱程度。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佐证了这点，在赵伯云墓中还出土有一块水晶璧，不论大小、形制都与这块玉璧相似。专家分析，有可能是赵伯云对玉璧太过喜欢，所以就用水晶做了一个相似的，凑成一对，供平时把玩。如果说赵伯云墓中的丝织品等展现的是南宋的风貌，那么这块玉璧则是见证了年代更早的南唐。这一时期，南唐在十国中实力强劲，当时的李昪绝不会想到，才历经短短3代，就在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中落了幕。小小的玉璧背后，王朝更迭故事更让人感慨。而身处南宋时段的赵伯云，作为皇孙，面对大宋丢掉一半国土，不断被金兵南下挑衅的情况，也不知道把玩之余有没有一丝忧愁。眼前这件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衣长115厘米左右，薄纱材质，呈深褐色，领口与袖口处衬有宽边的淡黄色素罗，右衽斜襟处有一对用以固定的钮子，钮畔上面的莲花纹样，莲花与莲叶成品字形排列组合，花叶的间隙还是有4片心形叶，环共8瓣小花的图案，质地如此轻柔透亮，丝薄如空气，做工精巧到无以复加。虽然历经800年，依然保持色彩鲜亮，令人惊叹。而这件衣物是一件对襟双叠串枝菊花纹绫衫，绫衫浅黄色，是有双叠串枝菊花纹样，衣领、衣襟、衣袖、下摆等处镶有深褐色衬边，对襟眼口靠近下摆处还有2条系带，让人感受到墓葬主人赵伯云生活的时代，人们的制衣工艺有多高超。2016年，在中国杭州G20峰会期间，赵伯云墓葬中出土的服装得以在这样的国际盛会上露脸。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还有对襟双叠串枝菊花纹绫衫，受到参会嘉宾的关注和赞赏，因为他们具象地展示出800多年前中国南宋时期丝绸制作工艺的精湛程度。
同时也展示出南宋时期那种含蓄内敛、典雅精致的审美取向。丝绸作为桑蚕丝制品，富含蛋白质，极易受到微生物侵蚀而腐化。赵伯云墓出土的丝绸历经800年，能被如此成功的提取，实属罕见。除了得益于墓葬密封良好，整个考古提取环节中每一步如果处理不当，稍有闪失，人们可能就无缘目睹这800年前的华彩了。难怪人们赞誉这座墓葬为宋服之冠。赵伯云墓棺是浙江目前唯一的未被盗掘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棺椁，也是继武义徐渭李墓和余姚史松之墓发现后，浙江近年发现的第3例价值很高的南宋墓葬。考古工作结束后，当地政府在墓葬原址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展示考古发掘的成果，同时纪念赵伯云这位历史人物。宅基地的主人则在政府帮助下在附近重建了新居。在赵伯云墓穴中出土的所有服饰，经过丝织品专家们的清理后，都被安置在这个新的博物馆中，成为了博物馆中独特的风景线。如今，这座博物馆已成为黄岩的文化地标，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学者前来参观。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黄岩大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